大家好，欢迎回到人我行天下。上周我们从欧洲度假回来了，这次我们春游选择的是南意，包括那不勒斯、卡普里岛，还有阿尔马菲海岸。因为是飞到罗马，就在罗马也玩了2天。罗马的景点介绍和攻略，在频道的2集罗马视频里已经有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链接放在视频介绍里了。这里就打算用几期视频，趁着热乎劲儿，分享一下这趟行程的亮点，还有避坑省时间的一些 tips。先说一下行程吧，我们在罗马待了2天半3晚，然后是坐火车到那不勒斯玩了2天，再然后是坐渡轮到索伦托，以索伦托为据点玩的庞贝古城、卡普里岛和阿尔马菲海岸。我们十几年前去过一次罗马，什么斗兽场、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都是打过卡的。那次是带着儿子参了个团，十几天法国、瑞士、意大利转了一圈，属于那种上车睡觉、下车撒尿、景点拍照的特种兵行程。这次在罗马拾遗补缺，主要是去了上次没时间逛的古罗马广场、梵蒂冈博物馆，还有一些其他稍小众但其实很值得的景点。罗马第一天安排的是梵蒂冈博物馆，我们预定的时间是下午1点的，因为时间还早，我们就到旁边的圣天使城堡转了一下，没上去就是拍了些外景，景仰了一番。这里当年可是辉煌的罗马皇帝哈德良的陵寝，后来又是几代教皇的要塞。布鲁诺据说还在这里蹲过大狱。城堡就在台伯河边上，上次来罗马都没在台伯河边上逛逛，这次补上了。城堡前面的圣天使桥也很有看点，文艺复兴雕塑大师贝尼尼和徒弟们雕刻的12位天使像，绝对的艺术品。看完圣天使城堡，我们就穿过圣彼得广场去看梵蒂冈博物馆了。这里提醒大家的是，梵蒂冈博物馆一定要网上提前订票，我们是提前2个月订的，当场买票也不是不可以，就是要准备浪费个1-2个小时排队吧，还有票卖光的风险。看看这个队伍，搞不懂为什么21世纪网络时代还就是有人喜欢排队买票。看过我们的那个罗马攻略视频的同学都知道，梵蒂冈博物馆里面是整个基督教世界2000多年攒下的各种宝贝，全球仅次于卢浮宫的第2热门博物馆。参观博物馆基本就是一条线路，慢慢的渐入佳境，最后高潮在西斯廷礼拜堂。说实在的，前面的一些古埃及的文物、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还有地图长廊等等都是热身。真正值回票价的，主要就是看当年文艺复兴2大 boss 的 PK 的作品。帅哥拉斐尔带着装修队搞的4间拉斐尔画室，和肌肉大爷米开朗基罗倾10年之功力手绘的西斯廷礼拜堂。老实说，亲眼看到拉斐尔的雅典学院，还有西斯廷礼拜堂里米大爷的最后的审判壁画和屋顶上的创世纪这些经典，我这个不是很幼小的心灵还是有一些震撼的。从博物馆出来，我们回酒店的路上又瞻仰了一下教皇的主教座堂——拉特朗圣若望大殿。这座教堂是历史上第1座基督教大教堂，可以说是在基督教世界全球地位第1的教堂，里面也是气势恢宏，很值得一看。第2天的重点就是古罗马广场和旁边的帕拉蒂尼山。古罗马广场就在斗兽场旁边，有好几个进口。我们是从这个南边这个提图斯凯旋门前面的口进去的。这个凯旋门公元81年建的，是后来所有凯旋门，包括巴黎凯旋门的祖宗。帕拉蒂尼山和古罗马广场这一片值得看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一共逛了有4个多小时，腿都快走废了，也就看了6-7成。
帕拉蒂尼山是传说中的罗马城的发源地，当年王公贵族的高档区。现在就是一大片断壁残垣，在白云蓝天和地中海伞松的映衬下，默默地输出着2000年前的故事。要说里面印象深刻的，有个竞技场遗址，规模不小，可以脑补一下当年的辉煌。还有就是那个观景平台，一定要去的，可以说是俯瞰古罗马文明最震撼的视角。整个古罗马广场像一张历史地图在眼前展开，远处的斗兽场、提图斯凯旋门、塞维鲁凯旋门、各个神庙、元老院等等等等遗址，层层叠叠，感觉有种君临天下的既视感，视觉效果很棒。帕莱蒂尼山上还有很多可以看的，我们挑着顺路的看了一些，比如法尔内塞花园和鸟院，古罗马废墟上搞的文艺复兴建筑，图弥善皇宫遗址等等。奥古斯都宫和奥古斯都老婆利维亚之家位置都稍偏了一点，我们都没进去。接下来就是逛古罗马广场，和帕拉蒂尼山一样，这里要看的东西太多了。每一个废墟背后都是一段夯爆了的历史，比如正对着斗兽场的维纳斯和罗马女神庙，哈德良皇帝亲自设计，古罗马帝国最顶级的国家级神庙，专门供奉爱神维纳斯和罗马城女神。据说哈德良喜欢玩文字游戏，爱的拉丁文 amor， 反过来就是罗马 Roma， 所以把这两位放在一起。一个巨大的神庙，背靠背有2个主殿，朝着斗兽场的供奉维纳斯，朝着古罗马广场的供奉罗马女神。另外，神庙前面还是打卡斗兽场的最佳机位之一。还有这个8根巨大的石柱子和断裂的三角山墙，是当年的农神庙，相当于现在财政部加国家金库的存在。整片罗马广场的视觉门面，帝国财富的象征。还有这3根很出片的罗马柱，是2500年前建的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神庙的遗址，供奉宙斯和斯巴达王后丽达生的一对双胞胎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的。古罗马传说里面，这兄弟俩在罗马刚建成不久，亲自下凡帮罗马人和拉丁同盟干仗。所以供奉这2位就是个政治非常正确的叙事，把罗马军事扩张、开疆拓土升华成很神圣的一个事情了。从古罗马广场的西北门出来，我们拖着快废掉了的双腿，又去了米开朗基罗亲自设计的卡比托利欧广场。这个广场当年是古罗马的宗教和政治的中心，后来文艺复兴的时候，米大爷重新装修的。敬请注意，这俩一左一右牵着马的帅哥雕像，就是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米大爷当年设计广场的时候，就想把这兄弟俩摆在这儿，一直没等到合适的雕像。结果去世之后，古罗马广场神庙遗址就挖出来的这一对儿，就给放在这儿了，就是个天意啊！另外，这个广场后面往回看古罗马广场角度也不错，很多人在这儿打卡拍照。维托里亚纳纪念堂和威尼斯广场就在卡比托里奥广场旁边。这个纪念堂在我的罗马攻略的视频里也有介绍，我们觉得还是值得看一下的。尤其是坐电梯可以上到顶上的观景台，一览罗马的历史文化地标。往东南望是古罗马的沧桑、斗兽场、巴拉蒂尼山和古罗马广场。往西北看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新罗马城和罗马的宗教人设梵蒂冈城和圣彼得大教堂。在罗马，我们还就地重游了万神殿和许愿池，还去了上次没看到的纳沃纳广场、人民广场
还有西班牙广场。万神殿是下午去的，还是人山人海？许愿池是早上8点不到去的，还有机会照一些相对人少的照片。纳瓦纳广场很棒，那3个喷泉真的都是精致绝美。这个是广场南边的摩尔人喷泉，这个是广场北边的海神喷泉。最拉风的肯定还是中间贝尼尼雕的4合喷泉，真的是经典。人民广场和西班牙台阶离我们的酒店不远，傍晚时分熙熙攘攘，挺热闹，打卡一下也不错的。这次罗马虽然只待了2天半，还是有不少心得的。这里隆重推出总结的8条 tips， 希望对您的行程有帮助。第一，梵蒂冈博物馆、斗兽场、古罗马广场这些红得发紫的景点一定要提前网上订票。我们是提前2个多月买的梵蒂冈博物馆的票，否则排队浪费时间不说，还很有可能进不去。斗兽场和古罗马广场的票有好几种，要看清楚。一般大家都是买的斗兽场、古罗马广场和帕拉蒂尼山的联票。我们因为去过斗兽场了，就只买了古罗马广场和帕拉蒂尼山的票，和联票一个价钱，所以提前几天订还有票。第二，罗马景点多，虽说相对集中，很多都可以走到，但一定要规划好路线。还有就是要有取舍，否则真的会走断腿。另外还可以结合天气情况比如博物馆就可以天气不好的时候去。第三，帕拉蒂尼山和古罗马广场挺大，值得看的东西真的很多，一定要做好走很多路的准备。如果体力不够，可以考虑 Plan B， 就是不进古罗马广场和帕拉蒂尼山，就从卡皮托利欧广场和维托里亚诺纪念堂上面看看。虽说体验肯定打折扣，但也能看到大约5-6成的东西。第四，不要浪费体力爬错台阶。维托里亚诺纪念堂旁边有个天坛圣母堂，这个教堂门前100多级台阶，上去以后只能进教堂，和纪念堂是不通的。我们就被坑了，以为是上纪念堂的，气喘吁吁爬上去，发现过不去，内心是有一点点绝望的。所以如果不是想参观这个教堂，千万不要费体力爬这个台阶。第五，万神殿人很多，要么早点去，要么做好排队准备。万神殿的人潮虽然没有斗兽场和梵蒂冈博物馆之类的那么恐怖，但也是最好先网上预定好。第六，许愿池一定要早去，过了8点钟一定是人山人海，只能和各族人民照合影了。第七， Uber 和 Taxi 都很方便，机场 Taxi 一律就是55欧去市区，也都收信用卡。Uber 也可以用，但是没有 Uber X， 都是 Uber Black 和 Uber Van， 但也不贵。也可以用 Uber 叫 Taxi， 可以自己比较一下价钱。第八，最后就是大家关心的小偷问题，我们这次没有遇到，不过我们也是比较小心，人多的时候背包背在前面，不带钱包，就是2张信用卡和一些现金放在带拉链的裤子口袋里。反正就是不要掉以轻心，但也不要太紧张，基本防盗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罗马和南意行程咱们就先分享到这儿，下期视频会接着分享南意行程的那不勒斯和庞贝古城部分。
多谢大家观看，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评论和转发。